也不受这份气。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啊，至于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封先生36岁，来自天津宝安；女嘉宾张女士34岁，来自天津吴掖。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少年啊？从领证到现在结婚8年了。有孩子吗？有一个7岁的儿子。家里什么时候分的钱啊？去年年初上面就开始就是有信儿等到年底的钱分到手。等于钱给了弟弟，没给你们？不是没给我们，是我妈说给我10万块钱啊。我呢就想，我弟弟刚毕业，现在已经找了一个女朋友，马上要面临那个结婚生子，他呢还没有房，我就擅自做主吧，也没跟他说，把这钱直接还给我妈了，就为这事儿不想跟我过下去了。真的就为这10万块钱吗？我结婚7年了，他从来都不向着我。婆婆对你好吗？婆婆一直对我不好。刚交往的时候，第一次进他们家门，我为了表示一下嘛，然后吃完饭我给他们家刷碗，回来之后他告诉我，他妈妈对我不太满意，说我嘴不甜，嫌我个儿矮，不会说话什么的，让我以后多哄哄他妈妈。说我刷完碗也不知道把地扫了，把垃圾倒了。我感觉我做的挺好的了，他们家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呢？这个不是多事儿，那个我妈呢，她就那样，脾气不好，但是我妈的心底很好。对，那你就别瞎传话了呗，你就说我妈说你挺好的，不就得了吗？那我也不能骗她呀。这种话呢，所以说你嘴碎我现在也不至于心里那么难受了。行，反正要搁我们家闺女儿回来要跟我说这些话，我就会闺女儿别嫁了吧，你去这家没什么好日子过哈。您怎么就进了他们家门了呢？当时我看他就是个儿高嘛，然后挺单纯的，我也没想那么多，稀里糊涂的我就嫁给他了。嫁了之后怎么样？刚开始我怀孕了，然后在他们家办酒席。不是怀孕了办酒席，不就该嫁了就办吗？这事我解释一下啊，当时我们老家有套旧房，新房呢还没有装修好，所以说呢，我父母和他的父母一商量好了，说你们先领证吧，我们就领证了。然后怀着孕了，他爸妈就着急嘛，然后就赶紧给我们办酒席了。当时我怀着孕办酒席，他爸妈其实有一个新房，还一个老房。当时他爸妈同意分开住，可他非要跟他爸妈住在一起。等于婚后就没有分家，是这意思吗？对。那为什么不搬出去住啊？又有条件？我们村里都是这样，人家结婚的那个年轻小夫妻都跟父母住在一起，我不能另类啊。再说了，我父母岁数也大了，那个多大呀？62了。那会儿不是才50多吗？8年前。对，那个我妈心脏不好。当时那个我怀着孕了，我跟他妈本来就处不来，我怀着孕还得受他妈气。婆婆都给你什么气受啊？孩子生出来之后呢，他妈一看是个小子，就说我不用生了，就跟我是被赦免了一样。我感觉我在他们家就是一个生育工具。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想，你住院的那几天，我不也请假陪在你身边吗？还有你坐月子的时候，我妈怎么伺候你的？伺候了吗？反正他妈就挺不乐意的，耷拉着个脸。这是生个男孩，要生个女孩，指不定怎么给我甩脸子呢。然后我爸给我的3000块钱，说是给我坐月子。当时去医院，他表弟给我们垫的钱，他没经过我同意，就把这钱还给他表弟了，等于就好像是我们家出的这3000块钱生孩子一样。不是，这都嫁了人了，都生了孩子，还分你们家我们家的呢？这个3000块钱是我爸让我坐月子买补品的。生完孩子之后，我就跟我婆婆住在一起。我这婆婆就是脾气不太好。我经常挨骂，她还老一味的让我忍。那咱们是做小辈儿的，我妈心脏不好，咱们就忍一忍，又有什么呢？你老让我忍，我心里忍的我多憋屈啊！到后来实在是不行了。那个他妈一见我就搭着个脸蛋子，就好像我欠他的一样。然后走在大街上，他都不带跟我打招呼，就跟没看见一样就走过去了。你跟你婆婆的关系现在是擦肩而过，视同路人，是这意思吧？对，他都不愿跟我打招呼，装看不见。你是怎么做儿媳妇的呀？就是跟婆婆把关系处成这样了？他刚开始他就看了不上我，然后后来我一看实在不行了，我就想着出来租房子住吧。出来了吗？然后出来了，租房子住，然后我感觉应该顺心点了吧。可是他又把他弟弟叫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住。我弟弟啊，刚毕业，工作地方离我们租房地方很近，亲哥俩是吧？还能见外吗？我就让他过来了。当然，我也没跟他说。你没跟他说？我没跟他说。对，亲媳妇儿不用说，是这意思吧？那等于人家就想摆脱你们家，想过2天轻省日子。
你非要往里搅和各种人进来，是这意思吧？他是那个意思。你就是这么干的。我是跟小叔子关系怎么样？就是他弟弟特别懒，特别邋遢，而且还不愿意做家务。我做着饭了，让叫他吃饭，他也不吃。等饭凉了，我还得给他回锅热去。啊。然后他歇班老是一躺就躺到2、3点钟才起，就好像是躲了一个奶奶，又来一个爷爷。听明白了，等于一个人在家里伺候仨爷，对吧？大爷是老公，二爷是小叔子，三爷是自己的儿子，就您一个人伺候，是这意思吧？人家可能还未必满意你吧？不满意。你看看，还干了什么事儿了？还有就是有一回我家里有事儿嘛，我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几天，回来一看那厨房里锅碗瓢盆什么都没刷，他弟弟那屋里面脏的臭袜子烂鞋，还有换洗的衣服堆床上都是，他也不知道收拾，然后地也不扫，垃圾也不倒，就等于家里没个女人，哥俩把家弄分天了，是这意思吧？那我和我弟弟都上班忙嘛。他说你不上班，你回来之后有空，你就一件一件给他洗了，我不就行了吗？那家里也没有洗衣机，我得一件一件洗。带孩子我还得做饭，我哪顾了那么多呀？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懒不懒？懒。钱上面他跟他们家的关系能扯得清楚吗？经济上他根本就赚不了多少钱，一个月2、3千块钱。还有一回他弟弟新交了一个女朋友，他也没跟我商量，把孩子那个上幼儿园的500块钱都给他弟弟了。学费是吧？对啊，孩子上幼儿园的学费。这怎么回事？您给解释解释。我弟弟那个交了个女朋友，我当哥哥的，是吧？咱们得是表示表示吧？是表示没错，表示我这500块钱给他了。儿子的幼儿园的费呢？学费呢？哎呀，就是幼儿园，其实我觉得可上可不上，因为我就没有上幼儿园，但是我不也是考上大学了？您真考上过大学啊？是啊，我是大专学历。就是刚才不是大学又改大专了啊？大专学历。行吧，这日子过得有点易过浆糊是吧？等于看起来是独立成家了，其实完全没有独立成家，因为有各种的牵连在这儿，所以觉得日子过得比较累是吧？是。姥姥那边能帮点忙什么的吗？姥姥离得远。那怎么打算呢？现在？到后来嘛，孩子还有后来呢？对，到了孩子上小学的年纪了，然后孩子是随我户口，然后就在姥姥那边上学了。他也换了工作，比以前更不着家，更不管孩子了。我从我老家出来，我换了好几份工作。那你说我上班，我不为谁啊？我不就为咱们这个家吗？他根本就接送孩子都不管，然后我还得自己接送孩子，然后天冷了我买套羽绒服，他还说我败家。那羽绒服不有吗？你还买新的干嘛？那羽绒服都穿了好几年了，洗的棉花都没有了，穿着跟没穿一样，风一吹就透。哎呦我的天哪！你就跟我舍不得，抠抠搜搜的，那10万块钱你连考虑都不考虑，连商量都不商量，全都给你弟弟买房了。这8年嫁人之后，您工作了吗？我也是有时候打点零工什么的，也就是说一直没有工作是吧？对，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是。好，那你们家这个8年来的这个收入或者叫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基本上都是靠他赚的钱，还有我赚的零花钱吧。这8年就这么混过来的日子是吧？是。家里有存款吗？没有存款。所以10万块钱对于你们家来说是不是一个大数字？是，我当时感觉应该生活富一点了，可是他1分钱都不要，都给他弟弟买房了。是你老婆吗？是。那为什么不商量呢？我就怎么说呢，也是为我爸妈考虑，因为这钱是我爸妈的钱。当时一共给了父母多少钱？当时一共分了36万。父母是怎么分配的？父母说拿出20万给我弟弟，拿出10万给我，剩下那几万的话，因为前几年就是我们家的养殖赔点钱，然后还给人家。这父母不是已经做出了分配了吗？是。那你干嘛又把那10万给弟弟了呢？因为我们俩已经成家了，他就是反正我已经把媳妇儿骗到手了。那也不是那么说，反正心里是差不多那么想。凭什么呀？本来我们就分的少，我们没意见吧？我们也没跟父母闹吧？好不容易分了10万，等于8年了，就觉得这10万块钱，你想对这样一个收入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呀？希望啊，就让你就送人了。关键你送人之前你商量，你没商量吧？没有商量。你核实过了，这10万块钱确实是他给他弟买房了，还是这小子拿出去干什么呀？你核实过吗？应该都给他弟弟买房。你核实过吗？不，那10万块钱我也没见着，到现在。对呀，核实过吗？
这个确实是买房了，现在房子我弟弟房子都下来了。哦，房子都下来了，啊，一共首付就交了35万。哪来的35万呢？我们家不分了36万吗？我弟弟公积金跟那朋友跟那同事借了5万块钱，然后我这30万加上一起35万，等于刚够付个首付。那你弟弟钱是借的呀，还是你借给他，还是你给他的呀？我就给他的。哦，是弟弟提出来还是你主动的？没有，我主动提出来。我因为我一个当哥哥的是吧？行，当哥哥的行。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走了？不想跟他过了呢？我感觉有他没他都一样，这么多年跟他过日子，就多了一个孩子，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得到。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自己找个工作，自己带着孩子过，都比现在过得舒心。这就听明白了，人家的话给你翻译一下。我一个女人，我自己带一个孩子，我可以独立的过，我过得好。我嫁给你，我还得伺候你，经济上没有什么依赖，精神上没有什么依靠，那我凭什么跟你过日子呢？我就是想让他那个生活里面其实有一类人是特别可气的，他似乎占领了所有道德的制高点，其实那心里拨的算盘拨的是什么你都不清楚，让所有的人都开心，把身边的人弄得是痛不欲生。你尊重过他吗？我觉得我们夫妻俩是一条心。什么一条心？你跟人家一条心吗？我怎么不跟他一条心啊？你觉得他跟你一条心吗？我感觉他跟我不是一条心。得了，自始至终他就向着他们家里人，他不是向着谁，从来不为我考虑，他心里就没有。那怎么可能呢？我要没有他的话，我怎么会选他呢？那谁知道呢？好骗呗。我也不是你弟弟为什么结婚要有房，你结婚就要没房呢？这点矫情什么呢？这点我也非常感谢我老婆，她呢，她当时也没有什么要求，跟我结婚的时候傻呀，不能说傻，单纯着。哦，单纯，所以被你骗了吗？对，我跟你说，人可以欺负人，但是不能把人欺负成这样。每到家里有大事的时候，都瞒着媳妇儿自己做主，所有的好人都他做了，所有的苦都媳妇儿吃了。行，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婆媳关系这一块我不去提了，因为婆婆没有到现场，很多事情说不清，我就说说你们两个这个事儿哈。这个36万里面，按照哥俩来平均分的话，一家也是18万呢。是。按照继承法来讲的话，这里头有9万是你媳妇儿的呀。啊，继承法是这样。是吧？有9万是你媳妇儿的，她现在就要这个钱。不是，你听我解释啊。我不用你解释。你没拿我当自个儿家里人啊，因为有些媳妇儿嫁到婆家以后，有些是当自己人的，有些是当客人一样尊重的，互相有距离，但是彼此尊重，有些是当外人的。你们家这位呢，是干活的时候是当内人的，分钱的时候是当外人的，没拿他当自己人啊，这个钱里面没算他的。好，我就当没算他的，算你的了呀。你的这份钱就是咱俩的，你连说都不说一声，就给其他人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富裕，我觉得也情有可原。但是我连买100多块钱的羽绒服，还不到100块钱吧？不到100块，几十块钱的羽绒服，都让你拿出来念。我好几年了，买一件几十块钱的羽绒服都不行。10万块钱，你说拿给你弟弟买房子，就拿给你弟弟买房子了。这是当嫂子的矫情吗？这是当大哥的不懂事儿。而且我今天听您的表达，我觉得您挺侃侃而谈的呀，大学毕业对吧？表达挺好的呀。为什么到媳妇儿那儿就我分钱的时候没跟他说，我叫弟弟到家里住的时候我没跟他说。我觉得吧，这些事儿都不是太重要的吧。那什么是重要？但对于他来说，这就是重要的。一个女人嫁到你们家了，我想给自己一个清静一点的空间生活，对我来说不重要吗？重要。您太太在家里面这个排名啊，我觉得您把妈妈爸爸放在前面我可以接受，因为养育之恩大过天嘛。然后是您弟弟，再然后是您自己，然后才是他们娘俩。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弟弟要去谈恋爱，所以我的儿子可以不去上幼儿园这件事情。如果我的小叔子给了我足够的尊重，
比如说到我们家以后，真的拿自己当个客人一样，该扫的地扫，自己的衣服自己洗，我也可以拿出我的宽容和大度，但是并没有。那个租来的空间是你的家，也是你弟弟的家，不是他的家。我们并不反对人为自己的原生家庭长辈尽孝，兄弟尽义，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同样也要把这样的爱分给自己的太太和孩子。所以如果您不做出调整，您的家庭不做出调整，就像大姐说的，那他自己过也挺好的呀，你不怕吗？他今天到现场他就说我不跟你过了，嗨，你不是有本事弟弟结婚得买房吗？我也要，不然我就跟你离，你怎么办呢？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哥。我求他呗。你求他，你那过去8年你是怎么对待他的？听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我好像太自以为是了。是自私，就考虑自己那1亩3分地儿的事儿，根本就不为您的妻子太太着想。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就你们俩这个年龄啊，从劳动力上来讲，女士出去赚钱更具优势。她在家里一样的工作啊，给你们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对吧？对。出去做家政，人家雇主给钱的。而你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告诉你不好找工作，明白吧？明白。所以自个儿好好想想，一会儿赶紧道歉，哄一哄吧。啊，谢谢老师，我肯定。祝你们幸福。谢谢。你说把他娶回家，你哪是娶他回家呀？你把他带回家当一个附属品，所以你觉得什么事儿都不用跟他商量嘛？因为我忘了，我觉得不是什么重要事儿。在你的眼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跟你平等的人嘛，他是你家庭的一个附属品，一台机器。我根本就是给你生孩子嘛，否则你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这样的啊。那是什么呀？你们村里面每一个人家里人都这样吗？你村里面每一个人的媳妇儿都穿不上羽绒服吗？你啊，我跟你说2句，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一直欺负你？你要忍到今天到这个台上来，还要在这儿听他说，你知道吗？他就不认输，老觉得我可以坚持下去就一定有变化。错了，你知道吗？毫无改变的坚持叫养成习惯，他现在就养成欺负你的习惯了，所以你再怎么坚持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的。所以你想要有变化，就得你自己做出变化。今天你到这儿来，就是你给自己一个决定，你要不要去产生一些变化，还是让他继续这么欺负你，自己想清楚，就这样。你真的能把在座的人都气死。我都不说咱懂得感恩之心，就咱做人最起码得讲点良心。我再说的远一点啊，未来您有一天老了，会有生病那一天吧？我想问一下你，伺候在你床前的是您的父母还是您的弟弟呢？是他。所以你凭什么现在这样对他？以后有人管你吗？你自私可以，那你自私的往你以后想想，为你老了想想，你现在是不是稍微得对人家是那么点意思，对不对？对。稍微把人家当回事儿一点。所以自私的角度讲嘛，对吧？就是为了以后有个人能伺候在你的病榻前，愿意伺候你端屎端尿的时候，你的儿子能够愿意回家叫你一声爸，咱是不是得对人家母子俩好一点啊？对。其实这样的女人挺可怜的，她在她的家里面，我相信不是说多么的受宠，但起码她是被保护的。但嫁到你们家呢，她成了一个外人，回到自己的家，然后就成了一个无休止的佣人。佣人你还得给人家发点工资呢吧？这佣人连羽绒服都穿不上，你说这女人可不可怜？她图什么？图你爱她宠她？没有，看不到。图经济宽裕？没有。哦，他就图一个去你们家做受气包啊，忍气吞声过日子，凭什么呀？所以最基本的要求不过分。再一个，他爱不爱你的父母，尊不尊重你的父母，不是取决于他，取决于你。你对他好，我心甘情愿尊重你的父母，我爱屋及乌。你对我不好，我凭什么爱你父母呀？说句不好听的，不认识你，我跟你父母有半毛钱关系吗？所以就是从自私的角度想想自己的未来啊，有人跟你在过日子吗？就好了。女方，你就治他一招，带着孩子走。我相信你有工作的能力，
你能到今天这一步，你一定有工作能力。否则，如果你要选择继续过这样的日子，那你今天所有的诉苦和抱怨都是你自找的。没办法，我们谁都帮不了你。如果你要想改变你的命运的话，马上立刻扭头带着儿子去找一份工作，自己抚养孩子没问题，让他弟弟和爸爸妈妈照顾他吧，因为他跟你压根儿没有关系。我本来寄希望于孩子跟他有点关系，孩子都没关系，好吧？谢谢。哎，你是什么学历？我是中专学历，你有多高啊？也就1.5米吧。你是大专是吧？是。你有多高1.84米。哎，你弟弟多高？我弟弟1.86米。哦，比你还高。对。你觉得你的弟弟他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你这个做哥的认为是般配的？大概相同的同学，跟他就是一样。找他这样的可以吗？也可以。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因为我的爱情观我的爱情观是只找好欺负的。不找好的不是，我告诉你，其实啊，他根本就不怕你说我带着孩子要跑，他觉得你是跑不了的。你看你个儿又矮，长得又一般，中专学历，能找我这1.84米的大专，偷着笑吧？你还能跑？他有这种优越感的。如果他没有这种优越感，他大概是不会这样欺负你的。说他愚孝那是夸奖他了，他何曾自己亲力亲为的做过孝顺母亲的事儿，或者是调解婆媳之间的关系，洗过衣服做过饭，他没做过吗？你说他在自己弟弟面前很仗义，那也是错的，他也不仗义。他给弟弟的那些钱没有一分是自己挣的嘛，他要么就是儿子读幼儿园的钱，要么就是父母的钱，又不是他挣的。他好歹如果能多挣点钱，拿自己的储蓄，不经过老婆商量支持自己的弟弟，好歹还说得过去嘛。他既不是愚孝也不是仗义，他就是一虚伪嘛。我说一句话你偏不爱听，你的弟弟一个大学生毕了业之后还躺在自己哥哥和嫂子租住的房子里，好吃懒做，衣服不洗，碗不洗，天天2、3点钟，你说他自觉吗？他是一个有素养有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吗？你不觉得一个女人跟你说，一个1.5米的女人，中专的女人跟你一个大专的1.84米的男人说，我不要跟你过了，我宁愿一个人带着孩子当寡妇一般的丧偶式婚姻，我也都不要跟你过了。你不觉得你活得很失败吗？如果但凡是你今天是要求他回来，你就承认点错误嘛，我做的不对嘛。但是你没有啊。如果一个大学生读出来不知道体谅别人，不知道自立，你说这样的人读书有意义吗？为什么你找这个媳妇儿就可以不要房子，可以跟你结婚，即便是跟婆媳有矛盾我躲出来，而你的弟弟就偏偏要嫂子来照顾，要你来出恋爱经费，要把家里所有分的钱去买婚房，可怜呐，有的时候想起来真可怜呐。你不觉得你不能给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好的生活，甚至不能给他买件衣服，你不觉得自己很失败吗？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羞耻，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自己的无能，你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家庭没有担当起责任，反而在这儿夸夸自谈。短期之内是不用回去，我觉得你刚才那句话说的还是很有底气的。我宁愿自己带着孩子，也好比我现在带着孩子在伺候2位爷要轻松得多。就像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形容，就这种人就是他只是个男的，他不是个男人。想做男人，你就尽快的把自己的道理拎起来，懂得疼人，懂得承担，懂得顾好自己的这个家，明白吗？就这样啊。明白。好，谢谢涂老师啊。生活不能偷奸耍滑，就有些人认为自己特别聪明，我找一个听我话的，听我话呀，容易哄啊，条件可以差一点，没事儿，娶回家里好欺负，未来的日子好过呀，好伺候我呀，对吧？就在生活里面永远一个偷奸耍滑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嘛，这就是你嘛。挺好的，带儿子走吧，离不离婚再说了，你先至少让他知道厉害啊。生孩子我还说怎么娘家那点钱拿来一家，后来我琢磨过味儿来了，那3000块钱是人家爹疼闺女就买营养品的钱，赶紧拿去了，是吧？
我一开始认为是她懒，在家里不做事儿，婆婆看不上。后来我听明白了，一家人憋着气欺负她一个人。走吧，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经过老师们的给我这么教导，我知道了。我的心里面啊，在以前我的心里面总是把你放在家人之外。那个，我想啊，你给我个机会，让我陪你一起度过以后的每天每夜。你说你带孩子累，我可以陪你一起带。你说不愿意把户口迁过来，我可以跟你一起，我也可以跟你在天津住。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俩未来来个机会。还有啊，你不说你要羽绒服吗？你觉得我会给你买吗？会，我绝对会给你买。在现场，我现在为大家保证，等回去之后，我肯定给你买一个长款的、暖暖的羽绒服。哎呀，我的天哪！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哎呀，我好好想想吧。就这你还好好想想？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说：“你觉得我会给你买一件羽绒服吗？”我会，我要给你买一件长款的、暖暖的羽绒。它就1.5米，那长款也不会贵到哪儿。哎呦，我的天哪！就这还要考虑啊？行了，你们回吧。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哎，请开门。